欧死。话说庆长5年，58岁的德川家康宝刀未老，金枪不倒，在关原之战中一展雄风，成为丰臣政府5大佬里最后的赢家，抢下了他未来孙女婿丰臣秀赖的接班人位置，缔造出穿越古代当家奴士传奇的丰臣秀吉，最终被自己的托孤重臣终结了传奇的延续。经过安土桃山2届领导班子的艰苦创业，为德川家打造出一个全国统一的良好局面。然而德川家康想要把国家的铁锤和镰刀都贴上3叶葵纹，既要避免像镰仓幕府那样成为别人的傀儡，又要避免像室町幕府那样管不住底下人，更不希望自己步了安土桃山政权的后尘，抢来的家业最后成为了别人的基业。然而这一切仅仅依靠把全国1/4的领土作为幕府的直辖天领，利用其资源来保持整体实力处于绝对优势还是不够的。在这颗野蛮星球上，有一样是从封建帝王到当代独裁都视为命根子般宝贵的东西，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防止第二个男人的窥探和触碰自己的禁忌，这就是正统性。正统性是统治的基础，在法律、道德和文化上全力确立自己的统治权。说白了，你得让别人知道凭什么被人骑在身上，以及承认子子孙孙被骑的命运，并主动维持动作的整齐划一。只有这样，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才能轻松自在、简单可爱。日后倒幕主力之一的长州藩也只能在背后画圈圈诅咒。另外一个萨摩藩甚至为了献殷勤表忠信，前往江户参勤交代。大受感动的家康以为下面的孝心，于是将参勤交代制度化。德川家康早年间在统一3河国之后，为了有资格通过获得京都的朝廷，也就是敬礼的认证，来巩固地方的统治权，就将姓氏从松平改成了德川，将族谱挂靠到河内源氏。话说这不巧了吗？这一变性就与镰仓幕府以及室町幕府的开创者有了同一个800年前的祖宗。更巧的是，后来还实现了同一个梦想。德川家康在庆长8年被后阳城天皇敕封为征夷大将军，正2位的右大臣，建府江户，时称公仪，名义上接受天皇的委托来管理天下。德川公仪以维护天地秩序为己任，充分发挥幕府将军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全国上下坚决贯彻执行德川公仪的战略部署，形成以幕府将军为中心的强大向心力。也就是说，德川公仪的正统性来自于敬礼的认证。那么问题来了，自己靠枪杆子、刀把子夺取的天下，怎么还要依靠天皇来为自己背书和认证呢？甚至包括之前那么多野心勃勃且实力强悍的霸道如足利尊氏、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怎么就没有一个要黄袍加身的呢？要知道，对于奉行天下不武的武家来说，自平安时代就开始失去政治实权的天皇，可是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价值都不存在。甚至大名们忙于抢地盘的时候，对于京都的皇家稍有懈怠，天皇一家就要饿肚子。然而可以让天皇饿肚子，甚至可以打压他、挤兑他。德川家那孙子甚至敢派个奶妈子跑到天皇寓所侮辱他。可越是瞎逼逼，越是不敢动手，绝对不可以也不能否定天皇。毕竟日本皇室确立的正统性是无人能敌的，以高天原上天照大神直系子孙的身份，将自己的正统性与民族起源神话挂钩。天皇就是民族起源的象征，神国的佐证，立国的基石。天皇虽然没有实权，却是日本主持祭祀的最高神官，掌握着无形的信仰的力量，是集体信仰的核心。谁敢取代天皇，那就是挖祖宗的坟，掘自己的种，国家的叛徒，民族的罪人。而且不光是看不惯他，还干不掉他的问题。最要命的是，这种依靠天皇确立的正统性是缺乏独立性的。幕府将军和其他大名其实并没有实质的区别，都是天皇的臣子，只是官职的高低和蛋糕的多寡。德川家能够依靠天皇来确立政权的正统性，其他人也能依靠天皇来找出否定幕府的理由。只要德川公仪的统治力开始表现衰落，
势力的天平就会朝着京都敬礼倾斜。特别是在幕府中人越是感觉到无力掌控局面的时候，就越需要增强自己的统治威望，那就意味着更需要拉拢天皇。所以在幕末，当欧洲各国要求幕府签约通商的时候，幕府在既无力攘夷又无法压制国内反对的情况下，也只有寻求天皇的敕旨来一锤定音。而这样一来，天皇的政治权威就被激活，各方势力想尽办法要将天皇这块玉掌握在手里。最终，下层武士们高举尊皇的大旗进行二次革命，先把屹立260多年不倒的德川幕府给迅速瓦解掉，接着又把藩主在内的上层贵族阶级给抹灭掉。而赤党敢议论日本皇室的存续，那也是2战之后天皇自己发表人间宣言，自降神格，日本真正走上宪政民主之后的事情了。说个题外话，即使让德川家康穿越到当下民主日本，他肯定会觉得日本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日本人就要被管起来。毕竟对于独裁政权而言，确立正统性是一门语言艺术，讲究说学逗唱，说得巧妙，唱得好听，即使不小心被人摸了命根子，也有可以苟延残喘、腾挪辗转的空间。翻完白眼又领先，10年之后又10年嘛。而对于民选政权而言，这就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得票的多寡直截了当。所以独裁政府对于自由民主那套才那么深恶痛绝。在他们眼中，推行宪政民主的国家都是没什么历史文化传承的夷狄，他妈的聪明人是玩这个。话说回来，德川家康不是意识不到江户幕府在正统上的新田畸形，当时这问题是无法彻底解决的。既然问题无解，那就不要让问题浮出水面，必要时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首先，德川公仪就要对天皇严防死守，将天皇的一举一动、对外的沟通以及每一笔开销都监控起来。那么无力反抗，是不是干脆就好好享受了？天皇不是一直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的吗？然而哪有人甘愿成为他人的玩物？更何况是天皇。虽然天皇无法采取激烈的反抗手段，但是权力和权力一样，虽然一字之差，但是同样都是可以一步一步争取到。不过你一开始跪下磕头，那就绝对没有。而天皇最大的资本就是看不惯我，还不敢也不能干掉我。德川家康当了大将军没2年，就退居2线，隐于幕后，保儿子秀忠上位，不能重蹈老领导的覆辙呀，让儿子被外人欺负。毕竟他那外孙女婿丰臣秀赖也渐渐长大，丰臣政权的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在那，谁能保证他不会举起清君侧的大旗？而后阳城天皇也会来事儿，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弟弟智仁亲王，这就骚了大御所德川家康的痒处。当年丰臣秀吉为了正统性，曾将智仁亲王收为养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培养。那如果智仁亲王当上了天皇，作为算是弟弟的丰臣秀赖可以操作的空间那就大了。后阳城天皇正是想利用这点来搞政治平衡，用丰臣家给德川家造成政治压力。不过幕府对于天皇这点小心思是处变不惊的，于是一群公家官二代和天皇寓所女官乱搞的丑闻被适时的曝光出来，幕府则以维护敬礼的威名出手干预惩处。天皇作为领导负责人，因为手下公家的丑闻而被狠狠打脸，进一步伤害了敬礼的权威。在幕府强大实力的逼迫下，天皇不得不提前退位，在庆长16年让位给了自己的亲儿子正仁亲王。而继位的正仁亲王也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不理解老天皇的良苦用心，对于不愿意把皇位传给自己的老天皇有了怨恨，把如山的父爱当作是原生家庭的伤害。实际上丰臣家也不给力，没过多久，扭捏了多年的丰臣秀赖最后还是去德川家在京都的府邸2条城表示彻底的臣服，这都不算是羊入虎口，简直就是主动投敌，坐以待毙。本来凭着自己的偷抢弥留的政治威望才能偏安关西，甚至可以学习刘皇叔，以汉贼不两立建立起号召力，鹿死谁手犹未可知。可现在给人家低三下四，把老爸留下的脸面也给扔了，唯一的免死金牌也拱手送上。再整什么幺蛾子，那就是以下犯上，非在大灰狼面前表明自己就是个单纯可爱的小白羊，那狠辣的德川家还凭什么不把你做盘菜呢？于是在庆长20年，家康秀忠父子连打带骗消灭了大阪的丰臣家，彻底杜绝了后患以后，德川父子又针对京都敬礼颁布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除了天皇上厕所，把天皇看什么书、干什么事儿、穿什么衣服
都贴心的做了制度化的管理规定，臣子竟然给老子上规矩，但是不接受又能怎么办？天皇所能掌控的只有依附皇室的公家，一群吃里扒外的酒囊饭袋，恨不得拿天皇卖门票，不打你小报告就算不错了。然而最过分的是，连天皇要孩子也要管。在得知天皇和女官生下一男一女之后，将军秀忠立刻将女儿德川和子嫁过去，逼着天皇要3胎。可想而知，不出意外，下一任天皇血液里就要掺进德川家的 DNA。那么以后就可以说天皇出在德川家，把德川公以铁的王座加上血的烙印。也不知道天皇是不是真的以为德川家把他当亲戚，还是迫于养孩子的压力，竟然违抗幕府的禁令，为富得流油的得道高僧赐授紫色法衣来补贴家用。日本僧人把得到御授的法衣当作是事业上的最高荣誉，但这大大触碰了德川家的逆鳞。在幕府看来，这就是一向一揆势力的抬头，敌对分子利用宗教图谋不轨。自家康当政以来，就开始对宗教进行打压，直接严令禁止赐授紫衣仪式的举行，实际上也就切断了天皇与宗教力量的接触和联系。其实对于天皇而言，想要直接通过行动来恢复紫衣古制，其实也就是皇权的彰显。后代天皇也是一次次通过恢复古制来进行试探，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政治存在。可惜幕府这次将天皇的想法还是硬生生给按回了心里。幕府直接收回已经敕授的紫衣，并对僧人进行惩处，又一次拎起天皇啪啪的打脸。而从小缺爱长大变态的将军德川家光，可能真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个吃软饭的天皇闷府，竟然允许自己的奶妈子打着德川公仪的旗号跑到天皇寓所讨要封号和官职，天皇还不能不给，毕竟这是乃大幕府将军的女人。在讲究上下名分的封建组织内，幕府将军这简直就是把天皇按在地上当滑板鞋。愤怒的天皇直接退位给自己7岁的女儿，成了太上法皇。而这个女儿正是自己和德川和子所生。你德川家不是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吗？他妈的皇位送给你家了。可关键问题在于，按照禁礼制度，女性天皇是不能婚嫁的，而天皇与德川家的女儿又没有儿子，那么下一任天皇就再也出不了德川的血统，彻底断了德川家的念想。太上法皇早早用清河天皇水尾的别号给自己定了后水尾的谥号，那么德川家是清河天皇的后裔，也就是说后水尾天皇最后还是恶心了一下德川家，老子就是你的祖宗。怪不得历史上对于后水尾天皇的合格造诣评价那么高。而后代天皇们也继续发扬日拱一卒的精神，往往以恢复古制和古礼的方式，试着慢慢从幕府的压制中挣脱开来。像是后光明天皇想要重建皇家的中央党校大学寮，灵元天皇想要恢复由天皇主持的神道教的大长祭等等。有意思的是，这时候的天皇一步一步进行权力试探，而幕府又一次一次的极力遏制，互相需要又想各压一头。但是到了末，反而两情相悦，惺惺相惜了起来。比起那些拿钱办事儿、出仕退位的公家，以及在天皇眼皮子底下搞恐怖暗杀的攘夷浪人，还有那些举着尊皇的大旗却炮轰寓所大门的长州藩兵，对比之下，弱主的德川家反而是守规矩的、可靠的、安全性更高的。不是说谁比谁高尚，实事如此，利益面前只有看谁比谁更混蛋。所以孝明天皇不惜取消自己妹妹原有的婚约，将她下嫁给第14代幕府将军德川家茂，以此来与德川家达成和解，以大政委任为基础，愿意公务合体，一起携手共创美好和谐的未来。如果不是36岁的孝明天皇突然崩御，幕府也许不会在第2年这么快倒台，因此也有了孝明天皇被倒幕派毒害的阴谋论。有人怀疑是倒幕派的公家代表岩仓具视，而日后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时，最后一项罪控就是伊藤博文暗杀孝明天皇。这话又要说回来，无论如何，德川家的基本盘算是稳住了。然而如何心思缜密的设计，终究还是抵不过贪婪人心的算计。坚若磐石的专制系统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对于幕末普遍有一个认识误区，以为一心想要把幕府将军拉下马的是那些举着尊皇攘夷旗号的雄藩大名和下层武士。
然而实际上，首先对幕府将军发起挑战的反而是德川家门。详情请见下期。德川一家别无旁门。